24岁的方修是城南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夜班店员，过着平淡却规律的生活。这天深夜，他像往常一样在收银台后面打着哈欠，清点着货架上的商品。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即将彻底改写他的命运。打着哈欠自语，今晚客人真少，再过2个小时就能交班了。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窗外的街道一如既往的安静，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就在凌晨2点正，街道上的路灯毫无征兆的齐齐闪烁了几下，紧接着便骤然熄灭，便利店里的灯光也诡异地忽明忽暗起来。方修只觉得耳边响起一阵令人牙酸的细微嗡鸣声。皱眉四处张望，怎么停电了？不对，这嗡嗡声是哪来的？透过便利店的玻璃窗，方修隐约看见街道尽头的空气竟诡异地扭曲起涟漪，仿佛那里的现实本身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痕。下一秒，那道扭曲的涟漪骤然裂开，一只浑身漆黑、形态扭曲、根本无法用常理解释的诡异生物从裂缝中缓缓爬了出来，所过之处柏油路面都诡异地腐蚀坍塌。惊恐尖叫，那是什么怪物？救命啊！那诡异生物只是轻轻一触碰惊叫的路人，便瞬间化作一滩诡异的黑色粘液，消失的无影无踪。方修亲眼目睹这一幕，吓得浑身冰凉。方修惊慌失措地想要反锁便利店的大门，可是那诡异生物的移动速度远超常理，几乎是一瞬间便骑到了他的面前，巨大的阴影笼罩下来。惊恐的后退，不要过来！一切发生的太快，方修甚至来不及再喊出第二个字，冰冷粘稠的触手便已经贯穿了他的身体，眼前骤然一黑，伴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他的意识彻底坠入了无边的黑暗。意识再次恢复时，方修猛地从收银台后面惊坐而起，大口喘着粗气，他难以置信地低头查看自己的身体，伤口消失了，浑身上下完好无损，墙上的挂钟竟然显示着他今晚刚上班打卡时的时间。瞪大双眼，浑身发抖，这怎么回事？明明已经死了，为什么又回到了今晚开始上班的时候？短暂的茫然过后，一个荒诞却又唯一合理的解释浮现在方修脑海，他竟然在死亡的瞬间触发了某种不可思议的时间回荡。心有余悸，却又将信将疑，方修决定趁着还有时间提前验证自己这份离奇的猜测。他死死盯着墙上的挂钟，等待凌晨2点那个命中注定的时刻再次到来。紧张地盯着时钟，如果我猜测是对的，再过几分钟，街上应该还会出现同样的异变。凌晨2点正，街道上的路灯果然再次齐齐闪烁熄灭，一模一样的诡异嗡鸣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方修亲眼证实了自己那份难以置信的能力。有了上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次方修没有选择鲁莽地留在原地，而是提前反锁店门，熄灭灯光，悄悄躲进里屋的仓库，屏住呼吸，静静等待那只诡异生物离开。躲在仓库里，心跳如鼓，千万别发现我，千万别发现我。诡异生物在便利店外徘徊片刻，似乎并没有察觉到仓库里屏息凝神的方修最终悻悻离去。方修总算是涉险躲过了
第二次死亡。死里逃生之后，方修渐渐冷静下来，他意识到自己每次死亡都会回荡到今晚上班打卡的那个固定时间点，而凭借着这份死亡回荡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像打游戏一样一次次试错，摸清楚这场诡异降临背后的规律。自语握紧拳头，既然死了能重来，那我就把这城市今晚会发生的所有危险都摸清楚，总有一次我能活着撑到天亮。接下来的数十次轮回里，方修反反复复经历着死亡与重来，一点点拼凑出了这场诡异降临事件完整的时间线，还有城市各处相继出现的凶险地点。随着轮回次数增多，方修发现这场诡异降临的影响范围远不止自己所在的这条街道，城市各处陆续传来类似的异变报告，不少街区都出现了诡异生物肆虐、行人离奇失踪的恐慌场面。看着手机上零星流出的消息，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整城市今晚都笼罩在这场诡异降临之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方修心中那份原本只是为了自保的念头，渐渐萌生出了一丝想要尽自己所能拯救更多人的冲动。第十几次轮回中，方修结识了同班次的女同事林小雨，她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观察力，在一次轮回里意外也窥见了诡异生物的踪迹，却幸运地躲过了劫难，这让他对方修反常的举动起了好奇。警惕的方修，你今晚举止好奇怪，一直盯着时钟看，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犹豫片刻，决定坦白，小雨，这件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我需要你的帮忙，一起弄清楚今晚到底在发生什么。将信将疑，时间回荡，死亡重来，方修，你不是在骗我吧？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方修索性带着林小雨故意涉险，让他亲眼见证了自己死亡又在原地满血复活般重新睁开双眼的全过程，林小雨这才彻底信服。震惊的天啊，这是真的！方修，既然你有这份离奇的能力，那咱们是不是真能想办法救下更多人？郑重的点头，这正是我接下来想做的事。有了林小雨的加入，方修的行动也变得更加高效，两人分工合作，一个负责记录各处诡异生物出没的具体时间地点，一个负责实地试探验证，渐渐绘制出了一份详尽的城市危险地图。整理笔记，按照咱们这几轮摸出来的规律，老城区、菜市场还有3号地铁站是今晚诡异生物出没最频繁的2个重灾区。点头，明白。下一轮咱们重点想办法把这2处的无辜群众提前疏散。尽管凭借着反复试错积累的经验，方修和林小雨成功的在某一轮轮回中提前疏散了菜市场的一批群众，但他们很快便发现了这份能力残酷的局限，除了他们2人轮回之外的所有人都完全不会记得之前发生过的一切。略显疲惫的，这已经是第30多轮了，可每次重来，大家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该犯的错还是会犯。心疼的方修，你别太勉强自己，这份
能力固然难得，但你总是一个人承受着所有人都不记得的痛苦和压力，太不容易了。一次又一次的轮回里，方修亲眼目睹从一群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以各种各样残酷离奇的方式死去，即便自己一次次拼尽全力想要改写结局，却总让人会以他预料之外的方式遭遇不测。这份沉重的负荷渐渐压得他喘不过气，独自蹲在墙角，声音颤抖：为什么？为什么每次我救下这一个，又会有另一个人死在我没注意到的地方？这场轮回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尽头？紧紧握住他的手，方修，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没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拯救所有人，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一个人肩上。与此同时，一支由陈峰队长带领的特殊应急处置小组也早已秘密进驻这座城市，监控这场诡异降临的异动。他们很快便从零散的监控录像中注意到了方修和林小雨几次反常却总能精准避开危险的举动。盯着监控画面，若有所思，这两个普通市民躲避诡异生物的精准度高的不正常，倒像是提前知道危险会在哪里出现，这背后恐怕有蹊跷。陈峰的这份职业敏锐，让方修和林小雨悄然进入了官方监控和调查的视线。一场新的风波正在悄然酝酿。又一轮轮回中，方修和林小雨试图再次前往3号地铁站疏散群众时，却被早已守候在附近的陈峰一行人拦下，直接带回了临时设立的应急指挥部接受盘问。审视着方修是吧？你这几个小时在城里几处危险地带进进出出，动作精准，得不像是巧合。老实交代，你到底知道些什么？犹豫再三，队长，我知道，说出来你们未必会信，但我是真的能提前预知今晚即将发生的一些危险。半信半疑，预知危险，说得轻巧，行，那就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你自己。接下来半个小时城里那还会出什么状况？你说说看。陈升，半个小时后，城东的老旧天桥会出现结构性坍塌，同时伴随一只诡异生物从裂缝中窜出，建议你们立刻封锁那片区域，疏散周边群众。陈峰将信将疑地下令部下提前前往城东天桥一带戒备，谁也没想到半个小时后，方修所说的一切竟分毫不差地应验了。震惊又郑重的老天，他说的全应验了。方修，你这份预知能力到底是怎么来的？坦诚的说来话长，简单来说，我拥有一种死亡后能回荡重来的能力，靠着一次次试错才摸清楚今晚这些危险发生的规律。尽管这份解释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亲眼见证预言应验的陈峰还是当机立断，决定选择相信，并且主动提出与方修、林小雨展开正式合作，共同应对这场危机。有了官方应急力量的加入，方修这份来之不易的轮回经验终于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用。在他的精准指引下，应急小组得以提前布防，精准疏散，拯救下了远比他和林小雨两人单打独斗时
多得多的无辜群众。对着团队按照方修提供的情报重点加强老城区地铁站还有城东天桥3处的警戒和疏散力度，谁都不许掉以轻心。一场原本注定惨烈的浩劫，在方修轮回积累的情报加持下，伤亡数字被一次次压到了最低。城内离奇大规模伤亡骤降的消息很快引起了资深调查记者苏婉的注意，他凭借着多年跑社会新闻积累的敏锐嗅觉，断定这背后绝非官方通报中轻描淡写的应急处置得当那么简单，而是另有隐情。若有所思，伤亡数字骤降得太反常了，背后一定藏着什么没有被公开的关键信息，我得亲自去查一查。苏婉凭借着自己的人脉，几经周折，终于辗转联系上了方修，决定当面向他求证这背后真正的真相。直言不讳，方修先生，我听到一些风声，说这次伤亡骤降和你有关，甚至有人说你拥有某种预知能力，这是真的吗？谨慎的，记者，这件事牵扯重大，我不能随便乱说。郑重的方修，如果你真的拥有这份能力，与其藏着掖着，不如勇敢的站出来，让更多人提前得到预警，这难道不是能挽救更多生命的好事吗？苏婉的这番话让方修陷入了深深的挣扎。公开自己这份离奇的能力，固然能让更多人提前防范危险，但也意味着自己将彻底暴露在公众和未知势力的视线之下，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平静的生活。对着林小雨苦笑，小雨，你说我该答应记者公开这件事吗？一旦说出去，我这辈子怕是再也没法过普通人的日子啊。郑重的方修，比起你一个人继续默默承受这份重担，我觉得让更多人一起知道，一起提防，才是对大家更负责任的选择。深思熟虑过后，方修最终下定决心，同意苏婉的请求，在陈峰应急小组的协调配合下，召开了一场面向全城公众的新闻发布会，决定向全世界郑重宣布自己这份匪夷所思的预知能力。站在发布会话筒前，深吸一口气，各位，今天我想向大家坦白一件事，过去这几个小时，我拥有了一种死亡后能够回荡，从而预知即将发生危险的能力。发布会现场顿时一片哗然，台下记者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有人能够一时间消化这个匪夷所思却又被种种现实证据支撑着的惊人宣告。消息一经公布，便迅速传遍全网，舆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基于此前伤亡骤降的事实，选择相信并感激方修的挺身而出，另一部分人则斥之为哗众取宠的炒作，甚至怀疑他别有用心。转述伤亡数字摆在那里，不信也得信，这人是真的在拿自己的方式救大家。转述预知未来，这年头骗子的套路真是越来越离谱了，我可不信这种玄乎的东西。就在舆论持续发酵之际，陈峰的调查小组却意外揪出了这场诡异降临背后更深一层的黑幕。一名同样在异变中觉醒了特殊能力，名叫李晨的神秘男子，竟
暗中操纵部分诡异生物的活动范围，企图借着这场混乱谋取不可告人的私利。神情凝重地汇报方修，我们查到这场诡异降临的异变范围似乎一直被某股神秘势力人为操控、刻意引导，幕后主使是一个叫黎晨的人。震惊！什么？还有背后故意操纵这场浩劫？这么，到底图什么？经过调查取证，方修一行人终于查明黎晨的真实目的。他同样拥有着某种能够汲取诡异生物力量的特殊体质，企图借助这场持续扩大的诡异降临，不断汲取力量，壮大自己，全然不顾这座城市数百万居民的死活。阴冷的自语，这场降临规模越大，持续越久，我能汲取到的力量就越多。方修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竟敢反过来想要平息这场盛宴，真是不知好歹。得知黎晨这份自私冷血的真实目的，方修心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这个企图借灾难谋利的疯子。凭借着数十轮轮回积累下来的详尽情报，方修、林小雨还有陈峰的应急小组连夜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行动计划，准备利用方修对今晚时间线近乎了如指掌的优势 ，precisely 锁定黎晨的藏身位置，一举将他拿下。指着地图，根据方修提供的信息，黎晨应该就潜伏在城中心那处异变最剧烈的老教堂地下室里，咱们得赶在他进一步壮大之前动手。郑重的，好，这次咱们务必一击即中，不能再让更多无辜的人因为他的私欲枉送性命。行动当晚，方修一行人兵分几路，悄然包抄向那座坐落在城市中心，如今已经被浓重诡异气息笼罩的老教堂潜伏而去，准备对黎晨展开最终的围剿。对讲机低声下令各组注意保持静默，按计划分批包抄进入，没有我的指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夜色笼罩下，教堂内部不时传来阵阵令人牙酸的诡异嗡鸣声，一场决定整座城市命运的最终对决即将拉开序幕。方修只身一人率先潜入教堂深处，径直找到了正盘坐在一团漆黑诡异能量中心肆意汲取力量的黎晨。两人四目相对，气氛瞬间剑拔弩张。冷笑方修，你还真是阴魂不散，一次次坏我好事，今天索性就让你亲眼看看真正的力量是什么样子。毫不退缩的黎晨，你靠着无数无辜人的性命喂养自己的私欲，这场浩劫今晚必须由我来终结。黎晨毫不犹豫地释放出自己汲取多时已经颇为可观的诡异力量，浑身泛起一层令人毛骨悚然的漆黑光晕，朝着方修发起了凶猛的攻击。狞笑区区一介凡人也敢和我叫板，今天就让你尝尝真正的绝望。方修虽然并未像黎晨那样拥有直接的战斗力量，却凭借着数十轮回反复试炼出的敏锐直觉，还有对教堂内部结构近乎了如指掌的熟悉程度，一次次惊险地躲过了
李晨的猛烈攻势。凭借着此前数十轮轮回里反复试探出的教堂内部构造，还有那团诡异能量核心的脆弱规律，方修趁着李晨攻势正猛破绽尽显之际，果断启动了与陈峰团队提前布置好的能量阻隔装置。咬牙按下装置开关，就是现在。伴随着一声刺耳的轰鸣，那团离尘赖以汲取力量的诡异能量核心骤然被阻隔装置彻底封锁，离尘体内原本狂暴涌动的力量瞬间如潮水般消退下去。踉跄后退，难以置信，不可能！我汲取的力量怎么会说断就断？失去了力量支撑的离尘瞬间变得不堪一击，早已埋伏在教堂外围的陈峰团队趁势一拥而上，干净利落地将他彻底制服拿下。压着离尘，郑重的离尘，你借着灾难谋取私利，视无数人命如草芥，这笔账今天必须跟你好好算清楚。随着李晨被擒那股一直被他暗中操纵，人为加剧的诡异能量失去了持续输送的源头，笼罩整座城市的那道现实裂痕竟开始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收缩弥合。望着天空中逐渐消散的裂痕，长舒一口气，终于这场持续数十个轮回的噩梦总算是要结束了。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一夜的腥风血雨，还有方修那数十次反复经历的死亡与重生，终于即将迎来真正的黎明。裂痕彻底弥合的那一刻，方修做好了再次经历一轮死亡回荡的心理准备。可是这次墙上的挂钟却一直平稳地向前走着，始终没有再次跳回那个他早已无比熟悉的凌晨2点。难以置信地看着不断向前走动的时钟，这次真的稳住了，没有再回荡。望着那枚始终平稳向前转动的时钟指针，方修悬着了整整一夜的心终于彻底落了地，那场反复轮回的噩梦真真切切地画上了句点。天彻底亮起来之后，城市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秩序，街道上车水马龙，行人步履匆匆，若非街角几处尚未完全清理干净的诡异腐蚀痕迹，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昨晚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足以颠覆认知的浩劫。与同伴议论，听说昨晚好像出了什么大事故，幸好应急部门反应快，伤亡好像没想象中那么严重。大多数普通市民对昨晚真正发生的一切依旧懵然不知，唯有方修、林小雨还有陈峰那支小队清楚地记得这一夜所经历过的惊心动魄。事件妥善平息之后，陈峰代表应急小组郑重向方修和林小雨表达了谢意，并郑重邀请两人加入一个专门应对类似超长异变的特别顾问小组，协助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危机。郑重的方修、小雨，这次多亏有你们，伤亡数字才能被压到最低。组织上想正式邀请你们加入顾问小组，你们愿意吗？对视林小雨一眼，郑重点头，只要还能帮上忙，我们愿意。苏婉也在方修的配合下完成了一篇详实深度的调查报道，完整还原了这场诡异降临事件的来龙去脉。报道已经发布，再次引发全网热议，不少此前持怀疑态度的网友也
纷纷转变了看法。接受同行采访，这次能够完整呈现真相，离不开方修先生的坦诚配合，希望这篇报道能够让更多人理性看待这场超出常理的异变事件。这份详实负责任的报道也让方修此前备受争议的公开宣告得到了更加广泛坚实的舆论支持。几个月后，方修和林小雨已经渐渐适应了自己全新的身份，作为特别顾问小组的核心成员，协助陈峰团队建立起了一套针对类似超常异变的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尽自己所能防患于未然。对着方修，没想到咱们俩当初就只是想活着撑到天亮，现在倒成了专门对付这类异变的专家了。笑着，是啊，不过靠这份经历帮到更多人，这大概也是那场噩梦给咱们留下的唯一一点值得庆幸的收获。又一个平静的清晨，方修站在城市天台上，望着朝阳缓缓升起，曾经那场反复轮回几乎让他精神几近崩溃的噩梦，如今已经彻底化作了他人生里一段格外厚重却也格外珍贵的记忆。望着朝阳，轻声自语：那一夜我死了又活，活了又死，数不清多少次。也正是那一夜，让我真正明白了，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拼尽全力去守护的事。朝阳的光辉洒满整座重新恢复平静的城市，一段始于诡异降临，终于黎明曙光的惊魂往事自此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在这场诡异降临发生之前，方修的人生可以说平淡得近乎乏味。大学毕业后几次求职受挫，索性安于现状，找了这份便利店夜班的工作，得过且过的过着日子，从未曾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和英雄预知这类词汇产生任何交集。回忆自嘲的笑笑，那时候的我满脑子想的不过是攒够钱换一份轻松点的工作啊，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或许正是这份曾经近乎平庸的普通，才让方修在面对这场超常浩劫时，反而多了一份普通人特有的坚韧与不轻言放弃的韧劲。第三次轮回中，方修自以为已经摸清楚躲避便利店那只诡异生物的办法，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松了一口气，准备喘息片刻，街角巷子里竟又窜出了另一只形态截然不同、更加狡猾隐蔽的诡异生物，猝不及防将他再次拖入了死亡。临死前难以置信，怎么还有别的怪物？这城市今晚到底藏着多少这样的东西？这次猝不及防的二次死亡，让方修彻底意识到，这场浩劫远比自己最初设想的要复杂危险得多，绝不能掉以轻心。吸取教训之后，方修开始用手机备忘录详细记录下每一轮轮回里发现的每一处危险时间、地点、诡异生物的具体形态，还有对应的躲避或者击退方法，渐渐整理出了一份详尽到近乎变态的危险清单。对着手机备忘录喃喃自语：老城区菜市场凌晨2点半，东侧巷子那只触手型，记得绕远路3号地铁站3点整站台尽头那只雾状的，千万别深吸气。这份
用无数次惨痛死亡换来的详尽清单，渐渐成为了方修接下来行动中最宝贵也最残酷的依仗。林小雨之所以面对这场超乎常理的浩劫，依然能保持着超出常人的冷静与勇气，还得追溯到他曾经做过几年急诊科护士的经历，生死一线的场面，他早已见惯，这让他在面对诡异生物时，反而比常人多了一份处变不惊的底气。坦然的我，以前在医院急诊科干过几年，什么样的生死场面没见过？比起那些躺在手术台上徘徊在生死线的病人，这些诡异生物反而没那么让我害怕。由衷佩服，难怪你面对这些怪物时能稳得住，原来是有这份底气在。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方修和林小雨还意外发现便利店里售卖的某些普通商品，比如某品牌的盐，还有特定波长的应急手电筒，光线似乎对某些种类的诡异生物有着意想不到的驱离效果。惊喜的方修，你看刚才那只雾状的诡异生物，一碰到手电筒的光，居然主动退开了，这说不定是个重要发现。兴奋的记录，好，这一条也记进清单里。下一轮咱们多备几只应急手电筒，说不定能多救下几个人。众多轮回之中，有一次格外让方修刻骨铭心，他拼尽全力想要救下一个在老城区菜市场与家人走散瑟瑟发抖的小女孩，却因为自己一个微小的判断失误，还是让那只诡异生物抢先一步夺走了女孩的生命。抱着女孩的遗体，声音颤抖，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来晚了一步。尽管下一轮轮回，那个女孩又会毫发无损地重新出现在菜市场里，但那份亲眼目睹却又无力挽回的痛苦与自责，依旧深深烙印在方修的记忆深处，无法抹去。吸取那次惨痛教训之后，方修在下一轮轮回中提前数分钟便守在了那个女孩可能与家人走散的巷口附近。这次他终于抢先一步把女孩稳稳护在了身后，躲过了那只诡异生物的袭击。紧紧护住女孩，如释重负，这次总算是来得及了。望着女孩重新被焦急赶来的父母紧紧抱在怀里，那一幕，方修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也让他更加坚定了继续咬牙坚持下去的决心。在正式决定与方修合作之前，陈峰的应急小组内部也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部分组员认为应该将方修直接控制起来，深入研究他这份异常能力的来源，而不是贸然选择信任合作。质疑队长一个普通市民凭空拥有这种能力，谁知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咱们是不是应该先把他控制起来再说？态度坚决，眼下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可能减少伤亡。方修这份能力是目前咱们手里最有效的情报来源，贸然把它当实验品控制起来，只会寒了合作者的心，也会让咱们失去这份宝贵的情报优势。陈峰力排众议，顶着上级部门要求，立即将方修带回总部进行深入研究的
压力郑重，立下军令状，担保方修绝无恶意，并承诺由自己全程负责监督双方合作的全过程。对着上级电话，郑重的首长，请给我一点时间，方修这份能力只有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强行控制只会适得其反，这个责任我一力承担。陈峰这份不畏压力、敢于担当的魄力，也让方修对这位雷厉风行的队长多了几分由衷的信任与敬重。苏婉之所以对这类充满疑点的重大社会事件格外执着，还得追溯到他多年前曾经亲眼目睹一起因为官方通报含糊其辞，真相被长期掩盖而酿成更大悲剧的往事。那份深藏心底的职业遗憾，让他从此立志做一名敢于深挖真相的记者。回忆感慨当年那起事件，要是能早点公开真相，或许就能少一些不必要的伤亡。这份遗憾我一直记在心里，所以这次我无论如何都要把真相查清楚。正是这份深埋心底的职业执念，让苏婉面对这起超乎常理的诡异事件时才格外较真，坚持深入调查，最终也才促成了方修选择公开自己能力的决定。经过深入调查，方修一行人还查明了李晨黑化背后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数年前，一场类似的小规模诡异异变中，李晨曾经亲眼目睹自己至亲的家人在自己面前惨死，却因为自身能力弱小而无能为力，那份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最终扭曲了他的心智。回忆片段，痛苦而扭曲。那时候，如果我再强一点，哪怕只是强一点点，我的家人就不会死。从那天起，我发誓再也不要做那个无能为力的弱者。只可惜李晨并没有将这份痛苦的领悟转化为守护他人的力量，反而一步步滑向了借灾难谋取私利，使他人性命如草芥的深渊。得知李晨这段令人唏嘘的过往，方修心中对他的憎恶李靖也悄然掺杂进了一丝复杂的同情。他能够理解那份面对至亲离世却无能为力的痛苦，却无法认同李晨选择用伤害更多无辜人的方式来弥补这份缺憾。感慨地对林小雨、黎晨这个人说，可恨是真的可恨，但说可怜好像也有那么几分可怜，只是他选错了弥补遗憾的方式。郑重的不管曾经经历过什么伤害无辜的人来弥补自己的遗憾，永远都是错的，这一点不能含糊。决战前夕，方修凭借着数十轮回里反复验证过的情报，协助陈峰团队针对性地准备了包括特制烟弹、强光驱离装置，还有专门针对离尘能量核心弱点设计的阻隔装置在内的一整套精良装备。经典装备看照方修提供的情报，这些装备应该能够最大程度削弱离尘还有他操纵的诡异生物的战斗力，大家再仔细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这份建立在无数次血泪教训之上的详尽情报，还有精良装备的加持，让这场原本凶险万分的最终决战多了几分稳操胜券的底气。行动过程中，方修一行人还是遭遇了
一个始料未及的变数，李晨竟还隐藏着一项此前从未被发现的次要能力，能够短暂的操控教堂周边的诡异生物，对突袭的队员们发起群起而攻之的围剿。对讲机急速的小心，他好像还能操控周围的那些诡异生物，大家注意戒备，别被包了饺子。急中生智，按原计划分散、包抄、拉开距离，别给他一次性操控集火的机会。凭借着方修当机立断的应变，还有团队成员们训练有素的默契配合，众人很快便调整策略，分散队形，交替掩护，成功顶住了李晨操控诡异生物发起的这波突然袭击。为方修最终靠近李晨，启动阻隔装置，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掩护射击方修，你趁这个空档赶紧靠近他，我们在这里给你拖住时间。咬牙冲锋，明白？大家小心！冲向李晨的那几步路，方修脑海中飞速闪过这一夜数十轮轮回里经历过的每一次死亡，每一次心碎，还有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拯救，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记忆化作了支撑他迈出最后这一步最坚实的力量。心中默念，这一次不会再下一次轮回了，所有人平安，就靠这最后一击了。带着这份沉甸甸却又无比坚定的信念，方修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李晨和那团决定整座城市命运的诡异能量核心。李晨被擒归案之后，很快便接受了相关部门的正式审讯与法律审判，鉴于他涉嫌故意操纵加剧这场诡异降临，间接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最终被依法判处长期监禁，并接受专门机构对其异常能力的持续监控。宣读判决，被告人黎晨故意操纵异常能量致公共安全于不顾情节极其严重，判处无期徒刑，并接受专门机构长期监控。曾经一心只想借着灾难壮大自己的黎晨，最终还是为自己的自私与冷血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事件平息之后，方修也终于鼓起勇气向远在老家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父母坦白了这一夜自己所经历过的惊心动魄。老两口又是后怕又是骄傲，连夜坐车赶来城里看望儿子，紧紧抱住儿子，又哭又笑，我的儿，你这是吃了多大的苦，受了多大的罪，怎么都不提前告诉妈一声？愧疚的妈，当时情况太紧急，我怕说了您更担心，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常回家看看您。经历这场几乎颠覆认知的浩劫之后，方修对自己曾经那份得过且过、安于平庸的人生态度也有了全新的理解，生命的分量还有守护他人的意义，如今在他心中都变得格外厚重而清晰。对着林小雨感慨，以前总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平平淡淡，得过且过，现在才明白，原来哪怕是最普通的人，只要愿意拼尽全力，也能守护住很多重要的东西。温和的笑着，大概就是那场噩梦教会咱们最珍贵的一刻。几个月后，城市郊区又一次出现了规模较小的类似异变，但凭借着方修团队此前积累下来的详尽经验，还有
早已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这次以便在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之前，便被迅速妥善地处置平息。欣慰地汇报，这次多亏有上次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机制，这场小规模异变处置得又快又干净，一个伤亡都没有。欣慰的，这大概就是咱们这一路走过来最值得骄傲的成果。并肩经历过那场生死浩劫之后，方修和林小雨之间那份原本只是同事的情谊，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升温。两人渐渐从并肩作战的伙伴变成了彼此人生中最重要的依靠。依偎在方修肩头经历过那一夜，我越来越觉得能和你一起并肩走过这些风风雨雨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温柔地揽住他，我也是小雨，往后的日子不管再遇到什么风浪，我们都一起扛。闲暇时候，方修偶尔还会回到那家承载着这段离奇记忆的便利店，买一瓶饮料，静静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望着如今车水马龙、一切如常的街道，回想起那一夜反反复复经历过的生死轮回。坐在台阶上轻声自语，谁能想到当初这么平平无奇的一个夜班，竟然彻底改写了我的一生。街道上车水马龙，一切如常，而方修心中那份历经生死淬炼而出的坚韧与担当，早已化作了他崭新人生里最坚实的底色。在反复轮回的过程中，方修还渐渐注意到了便利店隔壁烟酒杂货铺的老板老周，一位总是在凌晨时分准时出摊、性格豁达的独居老人。每一轮轮回里，他几乎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遭遇不测，这让方修格外揪心。对着老周焦急的，周大爷，今晚您先别出摊了，外面不安全，求求您听我一次。满不在乎的摆手，小伙子，你想多了，我这把老骨头天天出摊几十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用不着你操心。经过好几轮轮回里反复尝试不同的劝说方式，方修终于在某一轮轮回中想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理由，总算是说服了固执的老周提前收摊回家躲避，让老人第一次在这场浩劫中平安躲过了一劫。将信将疑的收摊行吧，小伙子，你今天这么郑重其事，我就谢你这一回。如释重负，周大爷，您能信我，这次我就放心多了。看着老周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方修心里那份因为反复失败而积累的挫败感，总算是被冲淡了几分。随着轮回次数越来越多，方修还意外发现自己在某一轮轮回中做出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竟会在后续轮回里对一些原本毫不相关的事件产生意想不到的连锁影响，这让他行动起来愈发谨慎，愈发深思熟虑。若有所思，上次我多绕那一段路，居然间接导致巷口那家面馆老板提前关门躲过了一劫，看来这些选择之间的关联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这份愈发深刻的认知让方修渐渐学会了用一种更加全局、更加审慎的视角去规划自己每一轮轮回里的行动路线。
在正式联系上方休之前，苏婉其实已经冒着极大的风险，只身深入过几处异变现场进行实地采访取证，甚至好几次都险些遭遇不测，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运气才惊险脱身。回忆后怕的那次在老城区差点就被那团黑影追上，现在想想都后怕。不过身为记者，不深入一线，又怎么能挖到真正的真相？正是苏婉这份不顾个人安危、执着追求真相的职业精神，最终才促成了他与方休之间那场格外坦诚也格外关键的会面。陈峰之所以对这次应急处置任务格外尽心尽力，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个人原因，他的妹妹恰好就住在这次异变波及最严重的老城区附近，这份牵挂让他在执行任务时格外多了一份感同身受的迫切。对着方休坦言，不瞒你说，我妹妹就住在老城区那片，这次任务对我来说不只是工作，更是想保住自己亲人的安危。郑重的，队长，您放心，我们这次一定竭尽全力，不会让任何一个像您妹妹这样的普通居民受到伤害。得知陈峰妹妹的处境之后，方休在后续几轮轮回里特意留意并确认了他所在小区的具体危险时间点，最终成功协助应急小组提前将陈峰妹妹连同周边居民一并安全疏散出了危险区域。得知妹妹平安，声音哽咽，谢谢你，方休，这份恩情我记下了。诚恳的，队长，不用言谢，能保护好每一个人本来就是我想做的事。这份超越单纯合作关系的信任与情谊，也让陈峰此后对方休的支持变得更加不遗余力。在最终决战之前，黎晨还曾借着一次轮回中的偶然交锋，试图拉拢游说方休加入自己。他认为像方休这样拥有特殊能力的人，理应凌驾于普通人之上，享受力量带来的特权，而不是傻乎乎的为一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拼命。意味深长的方休，你和我其实是一类人，都拥有超出常人的力量，与其傻傻地为那些连记都记不住你付出的普通人卖命，不如跟我一起享受这份力量带来的自由。毫不犹豫地拒绝，黎晨，你和我根本不是一类人，我拥有这份力量是为了守护，而不是为了凌驾于别人之上谋取私利。拒绝黎晨的拉拢之后，方休还是忍不住向林小雨坦白自己内心深处那一丝曾经一闪而过，却让他后怕不已的动摇。略显低落的小雨说实话，黎晨，那番话虽然荒谬，但在他说出口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居然真的划过了一丝动摇。这是不是说明我骨子里也没那么坚定？握住他的手，温和地方休能在诱惑面前产生片刻动摇，恰恰说明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但你最终还是坚定的选择了拒绝，这才是最重要、最珍贵的地方。事件平息之后，消息不胫而走，不少国际科研机构也对这场超乎常理的诡异降临现象
还有方修身上展现出的离奇能力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纷纷提出希望能够深入交流合作研究。通过视频连线，方修先生，您身上展现出的这份能力，对人类理解超常现象可能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不知道您是否愿意配合我们进行一些非侵入性的研究？谨慎的，只要不影响我正常的生活，也不会被当成单纯的实验品。一些基础性的交流合作，我愿意配合。面对纷至沓来的研究合作邀约，方修在陈峰和苏婉的协助建议下，始终坚持这几条不容触碰的底线，绝不允许任何机构把自己当成单纯的实验工具，更不会让这份能力被某一方势力垄断，用于不正当的目的。郑重地对各方研究机构，我愿意配合基础研究，是希望这份认知能够真正造福更多可能遭遇类似危机的普通人，而不是成为某一方谋取私利的工具。这条底线，请大家一定理解尊重。方修这份清醒坚定的态度，也赢得了包括陈峰、苏婉在内身边所有人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支持。事件过后，不少亲身经历过那一夜恐慌与伤痛的幸存者们，还自发组织起了一个小型的互助交流群体。方修、林小雨还有老周也时常受邀参与其中，彼此分享倾诉那份难以对外人言说的创伤与后怕。在互助会上那一夜虽然过去了，但那种恐惧还是时常会在梦里浮现。能有这样一个可以互相倾诉的地方，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感同身受的，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扛这份伤痛，咱们能彼此扶持着慢慢走出来，已经很了不起了。死里逃生之后，老周对方修的救命之恩一直铭记于心，后来还主动请缨担任社区里一个非正式的治安巡查志愿者，时常提醒街坊邻居提高警惕，注意安全，算是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这份恩情。笑呵呵的小伙子，当初要不是你拼了命拦着我这把老骨头恐怕早就交代在那晚上了。现在我也想尽自己一份力，替街坊们多留意留意。欣慰的周大爷，您这份心意比什么都珍贵。尽管这场浩劫已经彻底平息，方修却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摆脱那段反复经历死亡与轮回留下的心理阴影。夜深人静时，他偶尔还是会从那些惊心动魄的噩梦中惊醒，浑身冷汗。从噩梦中惊醒，大口喘气，又是那只诡异生物。原来这份恐惧没那么容易就彻底过去。好在身边始终有林小雨，还有那些同样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伙伴们陪伴支持。方修渐渐学会了与这份残留的创伤和平共处，慢慢治愈。轻抚方修的背，又梦到那晚的事了。没关系，我在这儿呢，你已经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了。靠在他肩上平复呼吸，谢谢你一直都，小雨，有你在身边，这份恐惧好像也没那么难熬过去了。正是这份历经生死始终不离不弃的陪伴，让方修得以
一点点从那场噩梦的阴影中真正走出来，重新拥抱平静而充实的新生活。城市还专门为那些在异变最初爆发尚未被方修轮回经验覆盖到的阶段不幸罹难的市民举行了一场庄重的公开悼念仪式。方修、林小雨还有陈峰团队全体成员都郑重出席，深切缅怀那些永远无法再被挽回的生命。在悼念仪式上，让我们一同默哀缅怀那些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浩劫中不幸逝去的同胞们，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这场庄重的悼念仪式也让方修更加深刻地铭记着自己这份能力所承载的厚重责任与分量。事件1周年之际，城市还特意在老城区菜市场附近树立了一座纪念碑，铭刻着那一夜的始末，还有所有曾经挺身而出协助平息这场浩劫的普通人和应急人员的性命，以此永远铭记这段惊心动魄却又充满人性光辉的往事。站在纪念碑前感慨看着这纪念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才真正体会到那一夜能够平安度过，靠的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而是无数普通人共同的坚守与付出。纪念碑静静矗立在阳光下，无声诉说着那段始于黑暗终于黎明的惊魂往事，也时刻提醒着后来人平凡的坚守同样能汇聚成照亮黑暗的力量。苏婉、环与方修、陈峰团队一同编写了一份面向普通市民的超长异变应急自救指南，详细罗列了遭遇类似诡异现象是普通人可以采取的基础自保措施，免费向全社会公开发放。在发布会上，这份指南凝聚了方修先生用无数次亲身经历换来的宝贵经验，希望他能在关键时刻真正帮到需要的人。郑重的，如果这些用血泪换来的教训能让哪怕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多一分活下去的机会，那这份指南就没有白写。指南发布不久，便有一位在校大学生在一次与这场诡异降临毫不相关却同样凶险的突发火灾事故中，凭借着指南里教导的冷静应对原则，成功自救，并协助疏散了身边的同学。发消息感谢方修前辈，虽然每次不是遇到您说的那种诡异生物，但指南里教的冷静判断有序撤离的原则真的帮我和同学们在火灾里保住了性命，太感谢了。这份意料之外却又格外珍贵的反馈，让方修更加确信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下来的经验拥有着远超这一次事件本身的普世价值。凭借着这次事件积累的宝贵经验，陈峰所在的应急部门还牵头推动建立了一套面向全国的超长异变快速响应协议，并将方修提出的情报先行、精准、疏散核心理念正式写入了协议框架之中。在协议发布会上，这套协议的核心理念正是来自方修和他团队用血泪教训换来的宝贵经验、情报精准，才能让应急处置事半功倍。这套凝聚着无数人心血的应急协议，自此成为了全国应对类似超长事件的重要
参照标准。事件平息之后，方修还特意陪同林小雨一起回到他曾经工作过的急诊科，向那些当年培养出他那份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素养的老同事们郑重道谢，感谢他们间接为这场浩劫的平息做出的贡献。欣慰的没想到，当年咱们急诊科那股雷厉风行的劲头，居然还能在这样一场超乎想象的大事里派上用场。小雨真是给咱们急诊科长脸了。感激的多亏当年各位前辈的悉心教导，我才能在那一夜保持住该有的冷静和判断力。随着方修的故事广为人知，不少影视公司、商业机构纷纷找上门来，希望能够高价买断他这段经历的改编权，进行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但都被方修一一婉拒。极力游说方修先生，您这段经历简直是天生的好题材，只要您点头，咱们可以给您开出一个相当可观的价码。郑重的婉拒，抱歉，这段经历承载着太多人真实的伤痛和牺牲，我不希望它被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地消费。面对不断涌来的商业邀约，方修最终选择将自己唯一同意授权苏婉撰写的那篇深度报道所产生的全部稿酬，以及后续可能的任何相关收益，悉数捐赠给了一支专门资助幸存者还有应急人员家属的公益基金。在捐赠仪式上，这些钱理应用在真正需要帮助幸存者，还有那些在一线拼过命的应急人员家属身上，而不是进我一个人的口袋。这份不为名利，只求问心无愧的选择，也让方修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愈发清晰，愈发令人敬重。1年后，方修受邀为一批刚刚入职的应急救援新人进行培训，分享他没有过多渲染自己那段超乎常理的离奇经历，而是着重强调了平凡岗位上那份不可替代的坚守与担当的价值。对着新学员们，你们未来遇到的危机或许不会像我当初遭遇的那样离奇，但那份愿意在关键时刻豁出去守护他人的勇气和担当，才是咱们这份工作最核心、最珍贵的东西。台下新学员们郑重而专注的眼神，让方修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一无所知却咬牙一步步扛起责任的自己。又过了许多年，这座城市早已将那场曾经震惊全球、几乎颠覆众人认知的诡异降临事件深深封存进了历史的记忆里，唯有老城区那座静静矗立的纪念碑，还有方修时不时会讲述给身边年轻人听的这段往事，依旧鲜活如初。城市依旧车水马龙，灯火通明，方修和林小雨依旧并肩走在这座他们曾经拼尽全力守护下来的城市街头，那场是黑暗历经无数次生死轮回终于黎明曙光的传奇故事，也将随着这座城市的灯火一起静静流传下去，长长久久。庭审过程中，黎晨的辩护律师试图以他早年遭遇家人惨死、精神受到重创为由，为他争取从轻处罚，但面对他长期蓄意操纵，以便置数百万居民安危于不顾的确凿证据，这份辩解同样显得苍白无力。
辩护审判长、被告人黎晨早年曾遭受重大精神创伤，其行为动机存在一定的可谅解情节，请求法庭酌情考量。反驳，个人的不幸遭遇从来不能成为是数百万人性命，如草芥、蓄意加剧公共危机的正当理由，恳请法庭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庭审现场，方修也作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详细陈述了自己亲眼目睹的数十轮回中那些因为黎晨蓄意操纵人为加剧的异变而惨遭不测的无辜生命，力求让法庭充分认识到这份罪行背后真实而沉重的人间代价。在证人席上，神情凝重。审判长，我亲眼目睹太多本可以避免，却因为黎晨人为加剧异变而枉送性命的无辜百姓，恳请法庭能够还这些逝者一个公道。方修这份基于亲身经历饱含分量的陈述，也成为了法庭最终对黎晨从重判决的重要依据之一。凭借着那篇详实深度还原这场超乎常理浩劫始末的调查报道，苏婉还荣获了一项分量颇重的新闻界年度大奖，评委会盛赞他这份不畏艰险、勇于深挖真相的职业精神。宣读颁奖词获奖者苏婉以专业、严谨且充满人文关怀的报道视角，完整呈现了这场重大事件背后复杂而深刻的真相，当之无愧。领奖感言：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愿意坦诚配合、共同还原真相的当事人，尤其是方修先生，没有他们的信任与配合，就没有这篇报道。事件2周年之际，曾经受创最严重的老城区还举办了一场热闹的社区复兴庆典，方修、林小雨还有老周受邀作为嘉宾出席，见证这片曾经饱受创伤，如今已经彻底恢复生机的街区重新焕发出的勃勃活力。在庆典上致辞，这2年街坊们能够重新过上安稳红火的日子，离不开方修和他团队当年不遗余力的守护。今天这场庆典也是咱们街坊们发自内心的一份谢意。感慨的看着大家伙现在能重新安安心心地生活，这大概就是对我们当初那份拼尽全力最好的回报。社区复兴庆典上，一群孩子们还特意拿出了自己亲手绘制的一幅幅稚嫩却充满新意的画作，画里的方修身披光芒击退这那些曾经让大人们谈之色变的诡异生物，俨然已经成为了这片街区孩子们心中当之无愧的英雄。据这画作天真的，方修叔叔，你看这是我画的你打怪兽的样子，帅不帅？蹲下身笑着接过画，哇，画的真好，谢谢你，还记得叔叔这么清楚。望着孩子们纯真崇拜的笑脸，方修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与满足，这份来自孩子们最朴素也最真挚的认可，比任何官方的表彰都更让他动容。林小雨也在这段经历之后彻底告别了原本的护士工作，转型成为了应急顾问小组专门负责培训指导新一批救援人员的核心教官。凭借着当年那份处变不惊的素养，还有亲身经历积累下来
的宝贵经验，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应急人才。对着新学员们危机来临的那一刻，冷静和判断力永远比盲目的勇敢更重要。这是我用亲身经历换来的教训，希望你们都能记在心里。曾经那位只是普通便利店夜班同事的林小雨，如今也凭借着自己的坚韧与成长，活出了一段同样精彩、同样厚重的人生篇章。凭借着在这场重大危机中展现出的果断决策，还有敢于担当的领导能力，陈峰也在事件过后被上级部门正式提拔，授予了更高层级的应急指挥职务，肩负起统筹全市类似超常事件应对工作的重任。接受任命，郑重的这份新的职责更重了，但只要能继续守护好这座城市，再重的担子我也愿意扛。曾经那位顶着压力力排众议，选择信任方休的队长，如今已经凭借着这份魄力与担当，走上了更加重要也更加厚重的岗位。又过了2年，老周终于决定正式退休，颐养天年。方休和林小雨特意赶来参加了他朴素却温馨的退休小聚会，一同回忆起当年那段惊心动魄却又彼此守望的往事。举杯感慨这辈子能遇到你们这2个拼了命也要救我这把老骨头的好孩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举杯回应，周大爷，是您教会我们普通人也能活得那么豁达，那么有韧劲，这份情谊我们也一样珍惜。许多年后，方休收到了一封意外的来信，正是当年那位在菜市场与家人走散险些命丧诡异生物之手的小女孩。如今她已经长大成人，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专程写信向当年那位护助自己的陌生叔叔道谢。读着信，眼眶湿润，叔叔，虽然我不记得当年具体发生什么，但妈妈说是您救了我一命，谢谢您让我能够健康长大，拥有现在这么美好的人生。读着这封饱含真挚谢意的来信，方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与欣慰，那份曾经几乎让他心碎却又拼尽全力弥补的遗憾，如今终于化作了最圆满、最动人的回响。一次难得的闲暇时光里，方休和陈峰坐在江边的长椅上，聊起了这段漫长岁月里彼此对英雄这个词理解的转变。曾经他们都以为英雄意味着超凡脱俗的力量，如今才明白，真正的英雄不过是愿意在关键时刻扛起责任的普通人。望着江面以前，总觉得英雄得是那种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人物，经历过那一夜，才明白真正的英雄不过是一群愿意在关键时刻豁出去、扛起责任的普通人罢了。点头附和，是啊，咱们谁都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退缩而已。苏婉环决定着手撰写一本更加完整详尽的记事书籍，系统记录下这场浩劫从爆发到平息的全部始末，方休团队以及无数普通市民展现出的人性光辉，希望能让更多后来人从这段故事里汲取面对危机时那份珍贵的勇气与智慧。对着方休这
本书，我想把标题定为《黎明前的轮回》，把你们这段故事完整真实地留给后来人。郑重点头，好，只要能让更多人记住这份平凡却珍贵的坚守这本书，我全力支持。方修始终珍藏着当年那本记录着数十轮回里每一处危险、每一次教训的泛黄笔记本，即便早已不再需要依靠它来应对危机，他依旧时常翻看，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那一页用无数次死亡换来的珍贵领悟。轻抚着笔记本封面，轻声自语：这本笔记记录的不只是危险和教训，更是我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一份成长答卷。